我按下了一个可以获得10亿美元的按钮，随即就被传送到了 Backrooms 中。我寻找一切办法逃离其中，然而看着天空中逐渐缩小的黑洞一样的圆圈，我大喊着唐娜的名字。那个救了我一命的女孩，现在生死未卜。就在刚刚 Level 130的断电期突然到来，黑暗中唐娜似乎被实体抓进了墙壁中。就在我跑过去想要抓住唐娜的时候，我突然从地面上掉了下来。我似乎从 Level 130中突然的切出了。等等，我的余光感知到了周围的环境，我立刻环顾四周，这里是……我好像身处在一个城市之中，头顶是蔚蓝的天空，空荡的大街上一个人都没有。这是现实吗？我难道从后世中逃离出来了吗？看着眼前几乎和现实中一模一样的城市街景，我开始变得激动起来。我现在必须找到一个人问一下，我必须马上确定这里就是现实。在我沿大街走了大概20分钟以后，我激动的心情逐渐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丝绝望，因为在这座城市中到处都有着不可思议的现象。我发现了卡在建筑物中的人行道，通往不了任何地方的楼梯，还有出口在建筑物其他地方的大门。最神奇的竟然是漂浮在其他建筑物顶部的另一个建筑。这里一切的一切都不符合现实中的逻辑和物理规律，这儿就像是电影《盗梦空间》里那个梦境中制造出来的城市一样，甚至比那个城市还要不可思议。虽然我不想面对这个现实，但是我所在的这个城市应该还是后世中的某个层级。看着这些奇怪的景象，沮丧的心情也随之而来。果然，后世不是那么轻易就能逃出去的地方。抬头看了看蔚蓝的天空和眼前这些接近现实的城市景象，我逐渐平复了心情。虽然说我还没有逃出去，但是这一层总比之前的2个密闭的层级让人安心。在这里，就算遇到危险，起码可以有很大的空间和各种各样的建筑可以用来去逃跑或者躲藏，没准这层也可以寻找到丰富的物资或者补给。我调整了一下呼吸，静下心来，开始努力地回忆着来后世之前所查阅的资料。这时，一个描述从我的脑中回忆起来，对应着我眼前的景象，这里应该就是……我按下了一个可以获得10亿美元的按钮，随即就被传送到了 Backrooms 中。我寻找一切办法逃离其中，然而……既然我还没有从后世中逃离出去，那么现在眼前最需要做的就是马上去搜集物资、补给还有装备，以提升我在后世中存活下去的几率。我调整了下状态，启程开始寻找物资。路两边的建筑有很多入口，但是大部分入口的门都进不去或者打不开，偶尔有一些能进去的，里面却是破败不堪，和外面崭新的建筑有着极大的反差，就仿佛是2个空间一样。由于我现在没有任何防身的武器，我实在不敢贸然进去寻找物资，万一里面藏着几个实体，以我赤手空拳多半是敌不过的。随后不久，我在一个类似民宅中的地方，惊喜地发现了衣物和一个空的军用背包，地上还有几个空的罐头盒，但是除此之外，便没有其他可以利用的东西了。我敢肯定，这里以前一定有流浪者来过，但是为什么要把背包和衣物留下呢？我拿起衣物，比了比大小，似乎能穿。我赶紧脱掉了满是臭味的 T 恤，换上了这里留下的衣物，背起背包，便开始继续探索其他的地方。由于这一层是一个和现实差不多的城市，并且头顶一直是明亮的天空，所以我的情绪开始变得相对稳定，紧张感和不安感也逐渐消失。有的时候，我甚至停下脚步，欣赏起这里既诡异又美丽的独特风景。如果现实能和这一层安全连接起来，那么我想这里一定是一个别具一格的旅游景点。在接下来的探索过程中，我发现路边有很多汽车，但是所有的车门都是锁住的。如果这些车能开动起来的话，这将对我探索这个巨大的城市有着非常大的帮助。车门打不开，那就找个家伙把车窗砸开不就行了吗？正在我寻找合适的破窗工具时，我看到远处竟然有一辆汽车向我缓缓驶来。我放松的神经突然又开始紧绷起来，难道是其他的幸存者吗？随着汽车离我越来越近，我发现这个汽车竟然没有引擎的声音，就好像是滑行过来的一样。
我赶紧站到路边，屏住呼吸，静静地看着这台汽车。看着离我远去的汽车，我擦了擦头上的冷汗。那驾驶室里竟然没有人，那车竟然在自己行驶。这后室里的汽车也太诡异了。果然，在后室中不能按常理逻辑分析任何事物。我又看了看路边的其他汽车，马上打消了使用汽车代步的打算。鬼知道这些车会不会直接给我带到什么其他的层级里去。我叹了口气，紧绷的身体逐渐放松，紧接着肚子发出一阵阵的咕噜声，饥饿感也随之而来。很久没有进食的我，突然想起了那碗唐娜递给我却没来得及吃一口的卤肉饭。想到唐娜，我心中隐隐作痛。不知道她现在到底怎么样了。我安慰自己，唐娜是一个在后世中生存了这么久的女孩，我确信她一定能够站上那个尸体，化险为夷，成功逃走。等我搜集好物资，一定想办法回到 Level 130中，我要找到唐娜，并带她一起逃出这个鬼地方。后来我来到一个图书馆一样的地方，但是这里所有的书都没有任何文字。更神奇的是，在图书馆的里面竟然有一个急救中心。我在急救中心中小心地探索，熟悉的消毒水的气味弥漫在整个空气中。这里没有人来过的痕迹，我也没有遇到任何实体，当然我也没找到任何可以吃或者可以喝的东西。不过我在这里竟然找到了一个全新的完好无损的急救箱，这东西太重要了，装进背包，我打算再四处看看，就原路返回了。当我走到一处走廊的时候，我听见走廊前面的拐角处似乎有奇怪的声音传来。我立刻攥紧拳头，紧盯着那个转角。是人吗？还是实体？我的呼吸开始变得急促，我的心脏开始快速地跳动。突然，一个黑影爬了出来，那是什么东西？我使劲揉了揉眼睛，当我再看过去的时候，那个黑影竟然是一只狗。